好，来看到美伊现在和谈破局，要找普丁来做撑腰，难道是恶意要联手一起来对抗川普吗？另外今天也会关心到是荷姆斯海峡，它有这个海底的电缆，现在说掌控全世界18%的网络重要资讯流量，伊朗恐怕会这个断线。那么如果真的断线，会重创华尔街之外，还会重创全球的金融市场跟经济。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伊朗的外长呢，他这个时候他是阿拉奇前往飞向了俄罗斯，准备跟普丁展开会面。那俄罗斯方面也证实了，确实是有这项事情，到时候双方会就美伊的谈判跟停火一起来展开一个比较深入的交流。事实上，从美伊开战以来，俄罗斯可以说是被视为最挺伊朗的国家，所以这一次如果真的见上面了，普丁会不会进一步表态？外界也特别关注。换句话说，俄罗斯会不会从过去只是纯粹上的支援，走向军事跟战略的绑定？这个是外界一直在做关注的。那我们也特别来看到说，如果说俄罗斯这一次再次的介入的话，有可能会提供伊朗哪一些东西呢？现在外界也在猜测，这当中包括了我们谈了很久的这个卫星侦察跟战场情报的支援、无人机的技术升级跟战场回馈的整合，还有军工的关键零组件，会不会提供发动机、导航系统，甚至是在外交上面的掩护，还有苏35战机军售跟科技合作。现在大家就在看说，会不会俄罗斯能够提供这一些？伊朗除了跟俄罗斯要见上面之外，现在也传出了跟许多的国家，这当中包括了阿曼、苏丹、卡达、沙烏地、埃及、法国。也就是说，在中东跟欧洲国家都展开了多线的外交网，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这一次美伊和谈第二次又再度的破局之后，阿拉奇特别跟普丁来见面，是要拉俄一起来制美吗？杨老师怎么看？我们看到战争从2月28号到现在，我觉得有3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战争阶段，然后呢，到了战争阶段的后期的时候，在3月底到4月初的时候，你就看到各种的这种促谈的外交互动阶段。那但是呢，它使得没有错，2轮的会谈，但都没有进展。那这个关键可能就在美伊之间完全没有互信，而且对彼此对方提出来的条件跟要求呢，完全不退让。可是这个外交接触的这个阶段呢，很多国家介入。其实巴基斯坦是其中一个，埃及然后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有。那最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我觉得在第2个阶段的外交促谈的，就是接触谈判的这个阶段当中，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后面其实扮演重要的角色啊。然后你也看到后来就是阿联酋的王储甚至还到北京去跟习近平见面。对。然后呢，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王储穆罕默德也跟习近平通了电话，所以就表示说，其实中国是透过巴基斯坦以及跟海湾国家的互动，让这个情势希望能够缓和下来。那但是呢，他直接跟伊朗的接触是早期王毅跟伊朗的外交部长。那现在到了第3个阶段，你去看到现在已经就是有一点不战不和停滞在这边的时候，现在第3个阶段就已经在布局，就是和谈之后的外交的这种就是说合纵连横。那现在伊朗就很积极了，因为在8月初的时候呢，这消息已经出来，然后俄罗斯已经确定会召开一个里海高峰会。里海是全世界最大的内陆湖，那它有周遭5个国家，这个里海高峰会一直都有举行。那他就说，这穆吉塔巴会在里海高峰会和普丁见面。那这个就表示什么意思？就普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回到以前他在伊朗的经营跟支持。他其实一度在战争，就俄乌战争之前，因为叙利亚的失守，使得整个他退守中东。在这个之前，其实伊朗以及到叙利亚，其实都是以这个俄罗斯的支持。那反而伊朗跟中国之间呢，并没有那么的密切的关系，有的能源的军事的有，但是呢，伊朗比较不是那么在乎中国之间的关系，感觉到他比较抓的是俄罗斯。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抓俄罗斯这条线。那俄罗斯当然也比较愿意直接就提供给伊朗，那不担心美国这边的指责。那中国这边会比较谨慎，他看也比较大局。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
其实就会回到就是战前的这种情况。那当然，整个伊朗是受创很深，那俄罗斯会再一次的进入到，就是透过伊朗进入到中东地区。那我觉得整个中东的这个整个棋局又会变得复杂化。好，所以伊朗现在背后有俄罗斯在战略上面的绑定，那另外一方面跟这个美国之间的冲突则是在持续扩大，而且呢，现在喊话双方都在给对方这个极限施压。美国做什么事情呢？他说，这个美国封锁了伊朗的原油输出，哈格岛的原油储量已经快要爆掉了，这是美国说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最新消息，美国说了他不会续签伊朗、俄罗斯的石油豁免。专家示警说，接下来油价可能会更加的波动了。那再来，伊朗又怎么样对美国放话呢？他说，荷姆兹海峡持续的封锁，只给友好国家可以通行之外，现在呢被指出说，伊朗它还可以控制7条的关键海底电缆，这些电缆总共是7条，连接包括了中东、欧洲、亚洲、非洲。电缆承载全球18%的一个资讯流量，涉及数兆美元的金融交易，是不是也会连接到华尔街的命脉呢？这个大家也在关注。那么现在说呢，一旦电缆被破坏，可能直接外溢冲击的国家包括了海湾国家，最多90%的这个网络会中断，还有东非、巴基斯坦、印度。对于美国来说，又会有哪一些样的冲击？那委员又怎么看？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华裔的白宫记者叫做张金义他在他自己的视频里头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资讯那么让我获益良多。他提到美国在过去这30年里美国最重要的2个国际政治跟战略的专家，一个是大家熟悉的这个 Kissinger 季辛吉另外一个就是布里辛斯基。他在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大棋局》The Great Chessboard。他这本书讲什么嘞？他说这个地球就是一个棋盘。在这个棋盘上，欧亚是核心，谁掌握欧亚，谁就掌握天下。美国是棋手然后呢，中国、俄罗斯、欧洲这些国家都是棋子他认为美国是单极霸权了，美国是下棋的人。可他特别提到，在这个棋盘上有一些地方是棋眼关键的这个位置，比如说乌克兰乌克兰就是俄罗斯进入欧洲的棋眼，比如说伊朗，荷姆兹海峡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棋眼。但是他当年就不断的在提出这个诉求，提出警告，后来又在写了第2本书，叫做《The Second Chance》，一样就告诉美国总统你应该要做对的事。无奈是这30年来，美国的总统大部分都做错的事。这一次，川普很成功的把这个棋眼变成了棋手了就是现在伊朗已经变成有具备下棋的能力了。其实坦白讲，伊朗现在要不要发展核弹已经不重要了，它的荷姆兹海峡就是一个最棒的核弹了。你有核弹你就在某一个点、某一个时间炸了。可是它的荷姆兹海峡呢，可以反复使用，而且它的影响力不是在一个点，不是在一个时间，是长时间面对全世界的影响所以其实美国把荷姆兹海峡送给了伊朗了，伊朗自己手上就握了这颗核弹了。那么荷姆兹海峡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是石油，那么我们也讨论过了氮肥就是要做肥料的这些原料但是大家就不知道说，其实荷姆兹海峡地下这个海底有7条重要的电缆，这些电缆当然传递了各式各样的资讯，尤其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各位就知道海底电缆一旦断了，这个很多的资讯就完全不流通了。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跨国交易，特别是金融交易，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荷姆兹海峡这几条电缆这么重要？各位知道，其实美国华尔街最主要的资金是来自于中东的，这是美国跟中东国家的默契，就是你用这个美元来做石油计价，然后呢，你们中东国家卖了石油得到的美元，你都存在我华尔街的银行，你都投资到我的华尔街来，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美国的华尔街跟中东的投资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各位知道金融交易差1秒的延迟就差很多了。那如果今天这个整条的这个电缆线断掉了，那就更是一个灾难性了。这对整个华尔街来说，几乎所有的交易都不能进行了。那你更不要讲说现在还有运算中心呢。现在美国很多的运算中心，全球很多大的 AI 公司的运算中心都设在中东因为中东最近为了要做转型，所以他们不断的在推广建设这个运算中心。海底电缆断了，你的运算中心的资讯怎么得到？你算的东西怎么送出去？你会对全球的 AI 产业造成冲击所以，如果今天这个电缆真的像这个伊朗最后使出杀手锏，把它这7条给它切断了，那对全球的金融跟经济来说，这是另外一个重大的灾难了。
好，我们看到现在，所以呢，这个等于伊朗的手中还是握有其他这种核弹级的经济的武器。那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在看说，那伊朗的领袖呢，穆吉塔巴这么久没有现身，难道人已经身亡了吗？但是最新消息来自于俄罗斯媒体曝光，他说8月份最快会在德黑兰举行的这一场里海峰会，到时候如果说穆吉塔巴就是最高领袖嘛，哈米尼的儿子，如果他伤势恢复的差不多，他是有可能来跟普丁做会面的。如果真的发生了，对于伊朗的士气来说，是不是有另外一大加分？吕舰长怎么看？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定在8月份？也就是，如果按照现在大家讲法，穆吉塔巴现在受了重伤，然后也在恢复之中啊。那其实呢，现在一直另外一个传闻，也就是伊朗政府内部内斗的很厉害啊。那其实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归类成2个部分啊，一个也就是以这个革命卫队为主的这一个教士集团啊，那或者是另外一个，也就是我们讲到主和派的，也就是透过普选或那个胜选的这个总统以及他们下面的19个内阁，其实都是啊。那现在呢，如果说可以见面的话，那当然对于伊朗的士气来讲，也就是如果他们最高的一个政教的领袖可以出现，然后而且是跟俄罗斯对接的话，可以解决现在伊朗很多内部的问题。那刚刚其实我们上一节谈到苏凯35，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伊朗到底都是什么样的飞机啊？都是 F5啦，或者是U04啊，那都是上个世纪的飞机。那如果说现在可以跟俄罗斯对接的话，那就可以出现苏凯35。